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歡迎來到星星說鬼。相信在馬來西亞的很多朋友都想跑到隔壁的新加坡去打工吧？雖然很辛苦，但畢竟賺的是新幣，實在是令人難以抗拒，對吧？今天要說的故事就是關於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馬來西亞朋友所遭遇的恐怖經歷喲。感謝這期故事的投稿人 Darren， 所有故事都經過星星的調整和改編。想把你的恐怖經歷投稿給星星製作成影片嗎？那就馬上點擊資訊欄裡面的鏈接投稿，就有機會啦。那我們開始嘍。我是一名每天跨境往返柔佛新山和新加坡的打工一族，也就是你們所說的馬勞。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有2年多了，每天都要很早出門，很晚才回家。雖然真的很累，但看在3倍匯率的份上，我也是拼了。我還記得那天差不多是晚上10點多，我騎車回家的時候，天空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唉，騎車最無言的就是遇到這種情況了。哎呦，慘了啦！怎麼會突然下雨啦？但是幸好這時我看見不遠處會經過一個高架天橋，我可以暫時在橋下避雨。等雨小一點了，再繼續騎車，畢竟安全最重要嘛。在橋下跟我一起避雨的還有另外2個人，從他們的打扮和這個時間點還會在這裡來看，我就隱約感覺他們跟我一樣，應該也是剛從新加坡放工的馬勞。Hello， 你們也是剛從新加坡回來啊？對呀，你也是啊，那麼巧。Actually， 他也是嘞，哈哈。Hello， 你好。你是做什麼的啊？哇，這樣子很巧嘞！我是在一家船運公司做 HR 的，你們呢？我是做 IT 的，每天都要加班到那麼晚，要不是為了賺新幣，我早就不幹了啊。我是做 warehouse 的，說真的，要不是新幣3倍，誰會想這樣每天辛辛苦苦的來回兩地找罪受啊？對咯，每次周末回去哦，都會被朋友講，你賺新幣的嘞，請吃啦。聽了真的覺得很刺耳嘞。真的都會這樣想？就是咯，他們自己又不去新加坡打工，試看一下有多辛苦。看來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吶。老實說，星星身邊大多數朋友也都到新加坡賺新幣了。沒辦法，新幣真的比較好花嘛。由於我們3個年齡相仿，就這樣慢慢聊開了。而聊着聊着，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差不多30分鐘，雨還是沒有要停的意思。到底什麼時候要停啊？這樣下去，回到家都凌晨了啦。根本都沒有休息到，等下凌晨4點半還要起床還是下個月辭職算了。就在這時，當我還在心裡一直 murmur 的時候，有個東西吸引到了我的注意。一開始我以為是防護欄的反光貼，可是不對啊，反光貼應該是要貼在護欄上的，但那個光點卻處在和人等高的位置，而且似乎是憑空出現在半空中的。光點後面沒有任何的東西啊！我仔細看了很久，發現到與其說那是一個光點，不如說那更像是一團火光，而且是蠟燭的火光。當下我覺得非常疑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在大道上會有這種火光呢？是有什麼東西在起火了嗎？我越看越奇怪，為了確認自己沒看錯，就想問一下那2位騎士。我問你們你們有看到那邊有亮光嗎？亮光？我什麼都沒看到啊。我也是，你是說路燈是嗎？不是路燈啦，我講的是那2個柱子中間啊，你們有看到嗎？
我不可置信的再回頭看多一次，就發現那個火光竟然照出一個更清晰的輪廓。那是一位穿着黑紗長裙、戴着黑紗帽子的老婆婆，竟然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而那個火光，原來是她手上拿着的那根蠟燭。當時下大雨、颳大風的那個燭火，卻穩穩的，完全不受風吹的影響。那一刻，我看到她其實在默默地盯着我，眼睛眨都不眨的。如果是你們看到這樣的景象，會不會腿軟呢？我當時已經嚇到說不出話，全身的雞皮疙瘩一瞬間就起了。當我以為就要和他這樣永遠對視下去時，他竟然緩緩地抬起了手。噓。沒錯，當他做了那個手勢後，我全身就僵住了，完全無法動彈。更可怕的是，這時的他還朝我招手，仿佛是在叫我過去。不知怎麼了，我的身體竟然開始不受控制地朝他的方向走去。要知道，前面就是高速公路的道路，我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會被來往的車輛給撞到。我開始嘗試掙扎，想要發出一點聲音，但我就是沒辦法張開嘴巴。身體已經不受控制的我，繼續穿過馬路，就這樣越走越靠近，直到跟那位老婆婆之間只差幾步的距離。我驚恐的跟那位婆婆互相對視着。當我以為那位婆婆可能會對我做什麼時，她就突然把頭往右一轉，我也下意識的跟着她把頭轉了過去。這下我才知道，有一輛高速行駛的卡車正朝着我的方向衝過來。我直接被嚇傻了，全身還是無法動彈。最後，我擠出全身的力氣，閉上眼睛，希望不會。我竟然沒事。等下，那剛才的聲音。當我回過神後，我才發現我人已經站在對面的路體旁邊，而我眼前出現的是一個非常觸目驚心的畫面。剛才那輛看似朝我衝撞過來的卡車，竟然撞向了那兩位騎士所在的位置。由於事情發生得太快，看到那一幕的瞬間，我不確定是我被嚇懵了，還是我周圍忽然被靜音了。我就那樣傻傻地站在原地，而事故現場的那兩位騎士已經躺在一片血泊中，再也沒有醒來過。剛剛是你聯絡醫院和警方的，對嗎？麻煩你再詳細說一下事發經過。你為什麼突然自己走到馬路中間呢？剛才我看到有位老婆婆站在路中間，是她叫我過去的。她剛剛明明還在那裡，現在人卻不見了。那一夜，我因為驚嚇過度，也被送去了醫院留院觀察。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當晚我看到的那個老婆婆到底是誰。她是想害我，還是想救我呢？事情發生後，我也已經不記得她的樣子了。但是那晚對我造成的創傷，應該會伴隨我一輩子吧。怎麼樣？大家喜歡今天的故事嗎？馬路上啊，永遠有悲劇在發生。希望每天開車和騎機車的朋友們都要小心哦，一定要眼看四方，更不要疲勞駕駛啊！如果自己已經很小心，但還被波及，那就真的很遺憾了。希望大家都順順利利出門，平平安安回家哦。好啦，感謝你們看到這邊，喜歡的話馬上幫星星訂閱、點讚或加入會員，小小的支持星星哦。我跟飯團會非常感謝你們的。我們下期故事再見了，拜拜。最後，各位加入靈性鬼探社的社員們，謝謝你們的支持哦，特別是阿妍、阿燕、陳偉志、Jean 和雷克斯，感謝你們啦！